这是我见过最勇猛的男人，仅凭一双手轻松拿捏野生动物，管你是凶悍的雄狮还是狂野的母狮，到了他手里全都秒变 Hello Kitty， 随便摸随便抱，温顺的就像你家小猫咪。他叫凯文·理查德森。2007年，因为一段帮母狮带娃的视频爆火，凯文自此被人们称为狮语者。为了保护野生动物，凯文花了20年的时间融入狮群，用爱和尊重赢得了他们的信任。这里是凯文的私人动物保护区。几年前，他从偷猎者手中救下这对狮子姐妹，如今这对小可怜早已长成了300多斤的大姑娘，却依旧喜欢像小时候那样黏着凯文，甚至打破了猫科动物对水的天然抗拒，愿意与他一起在河里泡澡。凯文园区里有38头狮子，它们因为各种原因被迫害、被抛弃，最终都由凯文人工抚养长大。其中7头是稀有的白狮。白狮在野外的存活率只有1/5，但在这里，它们无需面对残酷的生存法则，每一只都能健康地茁壮成长。这只名叫托尔的白狮已经7岁了，它以威严帅气的姿态出演了电影《白狮》中的主角。托尔正值青春壮年，他渴望展现自己的王者风范，时常想要挑战其他雄狮以争夺交配权。每当这时，凯文总会用爱的抱抱阻止他的行为。雄狮繁衍的本能会不可避免地引发战斗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已经无力承担新生幼崽的抚养费用。园区每个月的开销最少要2万美元，这包括动物们的食物、反偷猎巡逻以及保护区的维护。但凯文的钱包已经见底，他只能希望自家狮子出演的电影能够大卖。如果顺利拿到分红，园区就能免于倒闭的厄运。除了经济上的重压，凯文还要负责调解狮群内部的矛盾。因为在野外时，狮子有足够的空间可以游荡，不同的狮群之间可以避免争斗。但在园区有限的环境中，发生任何矛盾都有可能引发一场致命的战斗。他需要在动物们之间充当调解员，力求在尊重双方的同时减少不必要的伤害。除了威猛的狮子，凯文的保护区还收养了一群猎狗。猎狗是等级森严的母系社会，首领通常由一只强壮彪悍的雌性担任。但今天，首领吉娜却不见了，她向来都是第一个热情迎接凯文的人。想到之前为了争夺王位，吉娜的女儿曾和他大打出手，凯文顿感不妙，他急忙来到猎狗巢穴检查，没想到吉娜居然是生下了3只幼崽。凯文非常惊喜，幼崽很容易受到族群内部的威胁，所以吉娜才躲在这里偷偷产子。作为猎狗妈妈，吉娜说不准哪一刻就会翻脸。于是凯文退出了巢穴，让他们母子安静地休息。园区托儿所有2只亚成年雄狮，小文、小武，他们是几年前出生的最后2只幼狮。为了能尽快融入狮群，凯文把他们带到园区其他狮子面前，但新成员总是没那么容易被接纳。双方一见面就气氛紧张，小武更是隔着笼子怒吼。凯文奉劝小武，年轻人脾气不要这么大，有什么问题面对面谈。果然，被大哥们围攻的小武没了刚刚的虚张声势，要不是有凯文在场，估计还得挨顿揍。第一次见面就互看不顺眼，凯文及时用辣椒喷雾阻隔了双方，自己却差点被呛死。看来交朋友的事还得慢慢来。另一边，女王吉娜离开了巢穴，并紧张地四处张望。凯文急忙来到巢穴检查，发现吉娜的女儿也生下了2只幼崽，并且他将母亲的幼崽吃掉了2只。本应是族群壮大的喜悦时刻，不料竟成为权力斗争的序曲。凯文找到幸存的1只幼崽，他要亲自抚养，给予他第2次生命的机会。很快到了电影《白狮》的发布会，凯文卖力地宣传着，并极力推销自己的庄园可以让游客付费参观。但最终电影票房不容乐观，凯文只能缩减开支，苦苦支撑着保护区的生存。如果园区倒闭，他的宝贝狮子们将会成为富豪狩猎的战利品。有人不解，为何凯文会对一群动物倾注如此深厚的感情，但在凯文的心中，这份情感远非简单的动物2字所能概括，那是他生命中重要的家人，每一份情感都真挚而纯粹。他能够读懂狮子们每一个细微的动作，每一个眼神中的情绪变化，这种超越言语的沟通，
是岁月累积下来的深厚默契，也是他们之间无法割舍的情感纽带。